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修读数学医学，我是慈济大学一技系慧茹老师。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主题来学习一下，这个叫做 ABO 亚型。当我们了解了 ABO 血型之后呢，会发现，这个糖基的转移酶的酵素，如果它的基因产生了一些变异，而让这个转移的酵素能量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那抗原的表达量可能就会下降，而形成在 ABO 血型上面不同的亚型表现。我们一起来认识它们。首先老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刚刚提到的 A 血型呢，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好 ，A 血型呢，在 H 抗原的存在下，透过 A 基因引扣出来的 A 转移酶转化之后，才会变成 A1 抗原。而在成熟的红血球上方呢 ，A1 所产生出来的 A1 抗原的数量大约有81万到117万，哇，很多哦。好，那就出现了一件事，也就是在 A 基因这个 locus 发生了一个单一核苷酸的替代。那这样的替代呢，却大大影响后续的这一个引扣出来的 A transferase 的一个效果，它的一个特异性，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A2 基因。所以 A2 基因所表示的就是 A locus 产生了一个 single nucleotide 的一个替换。那这个 A 只要是这样替换之后，后续大家就来看哦，那这个 A2 红细胞上面到底还有剩多少的抗原数量？一数之下，跟刚刚的81万到117万就大幅下降，只剩下24到29万这样的一个抗原数量。好，那就有人稍微做了一些图像化的一个呈现，我们来看一下。因为 A 抗原的来源就是 H 抗原，所以有多少 H 抗原可以被转移成 A 抗原，就会有一些量上面的差别。那像 O 型血型的话，就表示红血球上面大部分都留下了 H antigen， 就保留住了。那接下来依照效率的不同 ，A 跟 B 转移酶的效率也不同。那 A1 跟 A2 的转移酶效率又不同了 ，A2 又更弱了哈。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pattern 稍微来了解说，那我的红血球上面的 antigen 的含量从多到少，依据会是相对应在哪一个血型系统里面来做一个对照。好，那其实除了就是基因产生变异，然后转移酶效果变差，其实它后续产生了比较大的值跟量上面的变化。我们透过这个图表来稍微厘清一下。首先，量上面的变化，刚刚有提到，抗原数量下降，转移酶酵素的 amount， 它的那个数量也是下降。那第三个，我就等一下透过图形来跟大家介绍，也就是在抗原系统里面，其实这些糖基它是有分叉的，很像数字一样分叉。这些分叉的数量，在这个 A2 血型当中也是下降了。那在这个酵素产生了这些变异之后，其实 A 抗原呢也发生了一个值上面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precursor substance， 也就是我们前驱物它也有一些不同，然后转移酶酵素其实也有一些效率上的差异。那之后呢，有部分的 A2 的血型的人也会产生这个 anti-A1 这样的抗体。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后面就只有文字，实在想象不出来这个值上面的变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呢，我先回到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 A 基因要出现，一定是它源头那个 H 基因要出现。那我们只单纯说 H 基因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值 quality 上面的一些转变。我们等一下会用结构图来说明。首先呢 ，H 基因又分成4种不同的结构。那其中2类是属于没有，就是这样直直的没有分叉的直线型的这样的组成，称之为 H1 跟 H2。那如果分叉的呢，比较复杂的开花结果，有没有分叉型的，我们称之为 H3 跟 H4。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们的长相。好，在这边呢，你们所看到的比较矮的那个也就是我们 H1。所以 H1 呢，它在原本的
precursor 前驱物的物质上面接上了 fucose，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那一块就是 H 转移酶所接上去的这个糖基 fucose。接下来才透过 A 转移酶接上 A 的糖基，它用橘色来做表示。那这么规规矩矩就是一般版本的 H1。那 H2 呢？大家看起来长得比较高，还有呢 ，fucose 依旧在，还有吗？稍微看看，你看到 H2 串接的这些 precursor 的糖基其实是一样，原本的成分还是相同，但是又多加了几串上去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又长高了一些哈，所以这个是它直链性形态上面的不同。那也在原本的 H2 上面，透过 A 的转移酶接上 A 相对应的糖基之后，形成了 AB 这样的结构哈。好，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划分。所以第一个在 H1 的结构下串接上 A 糖基，称之为 AA。在 H2 的结构下串接上 A 的糖基，称之为 AB。接下来这个图看起来有开花结果了，就是有这个分叉的一个树枝。那我们先来看到H3 的部分。那 H3 的部分呢，也就是有一个小的分叉就是2串的分叉，然后两边是一样的糖基串接，然后差不多的长度，然后再接上 A 的糖基。那这个部分呢，就称之为 AC 的结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再用眼镜看一下H3、H4 糖基的结构在分叉处有一侧呢，又再多接上其他的糖类，然后进行一个分叉。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H4 的结构上面 fucose 的含量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结构，又接上 A 的糖基，就称之为 AD。所以你看它复杂的程度可以随着 H antigen 的分支与否，然后糖基的串接的程度而有所差异。所以呢，以上背景知识介绍完之后，那 A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用文字来跟大家说明。所以在一般我们所认识的 A 型血型 ，A 型血型的意思就是它就是一般的 A 基因 A locus 可以进行刚刚功能很正常的 A transferase， 所以不管是 A 有分叉没分叉的，它都会形成所以是 AA 到 AB、AC、AD 它都可以形成，但是然后它的表面不会有那种还没有converse 的 H3、H4 的 antigen， 它不会存在。那 A2 因为它的转移酶效率比较差，所以只能帮忙那个直线型的，所以只能产生出 AA 跟 AB 形态的 antigen 在上面。那种分叉型的 H3、H4， 它没办法接上 A 的糖基。好，通过文字的方式，大家再稍微做一个厘清。好，有图有真相，还是用图来跟大家说明一下A1 有分叉的 ，B2 只能负责直线型的。好。那另外，它们上面的 amount 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差别。但是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加入所谓的 anti-A 抗体的时候，其实两边 A1 跟 A2 都是呈现阳性的状态，因为毕竟上面也都还有这样相对应的抗原结构。那另外有部分的，在做这2个不同血型的区别的时候，可能这个工具上面就要来选择 anti-A1 lectin。lectin 的意思是吉宁素，它是从植物萃取出来的，然后刚好发现具有这样的一个抗体特性，然后可以协助我们做 A1、A2 血型的一个区别。好，所以这边呢也是把刚刚我们在做 ABO 血型界定的时候会看到的细胞分型，好，还有血型分型需要相关的知识来做这个图表上面的一个提醒。接下来因为国考题就是医事检验师的国考题曾经出现这样的题目，刚好提到 lectin 这样的凝集素，这凝集素是从植物萃取出来，但是会跟人类血球呢有一些凝集的一个现象，我们称之为凝集素。而它从不同的植物萃取出来，特别有一些相对应的功能，也用图表的方式顺便呈现给大家。那刚刚特别有提到要区别 A1 跟 A2， 我们可以选择带有 anti-A1 活性的 lectin， 所以会是从哪个植物来的呢？大家看一下，如果有上面的图表，你应该很容易的区别开来
但是如果你要考医事检验师的话，可能至少要背下那个 anti-A1 跟 anti-H 这2个相对应的植物来源，会比较安心。好，接下来认识了亚型里面的 A2， 那在 A 亚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表现更弱的亚型呢？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在命名方面呢，大家就从原本认识的 A1， 那刚刚我们认识的 A2， 那如果表达量不断的下降，有 A3 到 AX， 甚至于到 A16。A16 的意思就是哇，真的是要透过特别的吸附16的实验，来保留下非常少量的 A antigen 来进行实验，然后让我们发现。因此呢，在A 亚型 A 抗原表达量下降的整个的面向，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命名的 pattern。好，那也给大家相对应的血清分型、细胞分型的资料在这边，然后也有相对应的那个它到底变得多少啊？本来是81到117万，那它的表 A3、AX 跟 A16又分别在抗原的数量上变成怎么样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图表来一窥究竟哈。另外也要特别注意到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原本预期在细胞分型上面，我的细胞加了4剂的 anti-A， 应该都是一个3到4价的强凝集。可是因为抗原数真的变得很少，所以这时候的凝集反应可能甚至没有，甚至于非常 weak。然后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混合视野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好的，那接下来想要让大家动脑一件事哈，刚刚有提到，如果弱 A 亚型，刚刚那几个怎么都是细胞分型的时候，有可能都是阴性的，那我不就会不小心把它判断成 O 型血？我以为它上面 A 抗原跟 B 抗原都没有，所以我当然会以为它是 O 型血啊。那我可不可以就把这个 O 型血误判的 O 型血拿去送给那个 O 型血的病患呢？你觉得这样安全吗？会有问题吗？上面 A 抗原很少了，就输用给 O 型的人，安全吗？经过了非常长的字卡提示时间之后，不晓得大家想出来答案了没有？这个工作其实平常会是在捐血中心在进行这些亚型工作的鉴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些看起来讯号不弱很弱的，但是要鉴定出来，其实是非常艰困的一个工作哈。但是如果一旦误判错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刚刚有提到它是弱 A 亚型，那不管数量如何，红血球上还是有 A 抗原，而 O 型血的人身上，它的血清相对应就有 anti-A、anti-B 2种不同的抗体。因此呢，A 抗原遇到了 anti-A 抗体，当然是产生了快速的血管内的溶血反应，所以这个是极度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捐中的医检师人员呢，必须要非常细心的将这些弱亚型的血型呢鉴定出来，不能有误判成 O 型的可能性，不然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理论上推敲的非常危险的事件。好的，认识完 A 亚型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位叫 B 亚型的，也是有一些 pattern 会因为呢基因上的转变而导致 B 抗原数量的下降。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那因为呢，在 B 亚型的情形呢，在台湾蛮常见的几个种类哈，尤其是 B3 亚型，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在台湾有机会看得到它哈，那它的 pattern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在细胞分型里面，加我的红血球，病患的红血球加入4剂的 anti-B， 产生了一个叫做2价，然后后面加了一个 MF 哈，刚刚的混合视野，
混合视野所指的是，我在凝集管里面看到的是2种不同的凝集反应，可能有2价的跟0的 negative 的同时存在在同个管子里面。那我们把这样的凝集现象称之为 mixed field 混合视野的凝集现象。好，那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怎么会这样？原本应该是3价4价的，怎么出现一个混合视野的情况？哈，那通常我们后续还可以透过红血球再加上 anti-H 来进行鉴定，记得吗？ B 的抗原原料就是 H 抗原。那如果它转移没有很多变成 B 的话，那就剩下一大堆 H 在那咯。所以这时候 H 抗原很多的情况下，我加入 anti-H 抗体下去进行反应，就会得到比较强的凝集现象。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来进行实验室的鉴定。那 B3 亚型在老师教导的血库课程里面，也有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是 B3 亚型，然后我们那时候做实验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因为觉得这是课本上我们应该遇不到。然后那时候刚好医检师也在现场，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混合视野，让学生做了实际上的一些探究跟了解。好，最后这个章节呢，为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ABO 亚型对于在捐血的 testing system 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捐血中心这个单位里面，必须要把亚型来做一个完整的鉴定。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常出现的国家种类频率可能有一些不同。在美国，在 White 这样的一个种族的 group， 最常看见的 ABO 亚型是 A2 啊，在占了他们 A 型血的人身上已经就占了20%哈。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美国的 White 这个 population 呢 ，A 型血的phenotype frequency 就高达40%。那在台湾呢，其实最常有机会看得到的 B3 亚型是100%哈，所以老师就遇到了100%，那一天很开心这样。好，那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余荡，因为可能太兴奋，学生就说哈，那我是 B3 亚型，我要特别注意什么吗？我有什么缺陷吗？其实没有。那我们透过了解，其实是要厘清说有这些亚型的存在，然后做适当血品的鉴定。其实这些人身体状况其实都是正常，跟一般健康人是无异的。只是在亚型鉴定上，如果身为一个 donor 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些亚型来进行进一步的鉴定。希望今天的单元让大家更认识 ABO 亚型的存在以及相对应的发生的频率哦。